8月21日星期四，《藏海传》正在韩国 SBS 主流台播出。今天上午我就在微博刷到央视等主流媒体的最新战报，《藏海传》韩国流媒体上线首日跃居第一，不愧是国剧之光。有网友分享打开今日头条，开屏就是王伟忠采访《藏海传》2位导演的宣传，第一次不用跨平台搬运，大家多多去搜索点赞互动，展现一下热情。这个采访还挺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去看看。继泰国微博文化之夜后，藏海传又受邀去参加8月25日在郑州举办的微博文化之夜了。再联系一下之前的白玉兰，藏海传不在评奖期也要邀请来为颁奖礼添光。咱就是说今明年没有藏海传的任何文化盛典，颁奖礼都是没有说服力的。藏海传和大男主肖战都给我狠狠拿奖。我还刷到一张图说，内娱有自己的天使投资人肖战，陈情令成就了新派，诛仙急救了新力，王牌部队援救了捷成，梦中的那片海助力了西西，藏海传赋能了春雨，得肖战的天下。其实内娱还挺幸运的，因为这里有肖战，其实观众也挺幸运的，吃到细糠了，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大厂大岛接踵而至，大饼好饼轮番上阵。犹记得年初内娱跟着肖战后面吹了一堆单人过会的，现在肖战的项目都快拍完了，其他的都还没开机呢。那会儿第一天瓜主说肖战单人过会，第3天他们就买个单人过会人员热搜，还开除开创这个词的肖战，说他们都单人过会，肖战不行。结果现在都8月了，行的只有一个肖战，真正的单人过会是谁？业内知道，糊弄不过去了。真业内知道演员的价值，会看真实的数据，而投资者也更加谨慎。越是影视寒冬，越能体现演员的真正的价值。要真金白银，要转换率，而不是其他糊里花哨的表面功夫。有网友说，娱乐圈很迷信，天天觉得自己命里缺这个缺那个。但我冷眼旁观，发现绝大多数人就是命里缺战，所以要拍谍报上不封顶时，是要捆绑什么生圈几大饼的，然后谍报都要杀青了，其他几步一步也开不起来。肖战单人过会的时候，其他人也是要来蹭这个词的，然后说自己单人过会的那个。现在粉丝天天控诉剧组虐待他，害他中暑，还有很多项目天天网传肖战要演，肖战不演他们是真开不起来。很多粉圈没了瞎圈这个造梗机，一年到头都抄不到一个梗，所以你们就大方承认命里缺战吧。近日有网上媒体曝光了肖战和刘亦菲强联合徐克监制大电影的内幕，已经被辟谣了。作为吃瓜群众，本身就可以散了。然而肖战的一些黑子兴奋起来了，大言不惭在评论区里带节奏，认为肖战一直都在炒作蹭热度，先有胡歌，后有刘亦菲，这完全就是无稽之谈。抛开其他的不说，肖战还需要炒作蹭热度，说出去不觉得可笑？我觉得某些大龄花对待肖战的态度和心力一样，还停留在肖战刚火时的状态，觉得自己是一股东风，别人都想搭他们这趟车。但事实是肖战主演了这么多影视剧，幕后班底不敢说，但是演员方面他还真没靠过谁，更没想过要靠谁。很多人不知道肖战推掉了多少有老戏骨帮忙抬轿的剧，就是因为压根没想借别人的任何力，也不需要，肖战自己就能扛剧。对于走演员路的生来说，老戏骨的吸引力绝对比女演员大，肖战连前者都不打算靠，更不用说后者，粉丝更是这样。我不反感可能会合作的任何女演员，但是说实话，在我心里还真没有女演员配得上我哥宝，所以根本不存在舔女演员的想法。所以这些大龄女演员真该摆好自己的位置，不要买那些肖战给他们抬轿的通稿了，早就变天了。然后昨晚央视音乐节目里，《藏海传》家宴这场戏竟然是临时加的，剧本里是没有的。饰演关峰的演员说这是曹导数一数二喜欢的一场戏，原来《藏海传》团圆饭那段没写在剧本里，是临时加的。而且胡晓鸥老师说创作背景是因为全剧藏海从来没有这种幸福感，全剧只有这一次压抑里的小释放，和就这么一次可以流露于表面的幸福感，观众都有感受到这些情绪。肖战太会演了，真的太会演了。现在看到高明师傅，就想起来小龙说选角的时候，为了搭配瘦高的藏海，
所以配了个矮圆的师傅在旁边，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为了看起来有喜感，让观众喘口气。确实是，每次喘不过来的时候，师徒出现了，不过最后也倒吸一口凉气。最牛的是整场戏笑战是没有任何台词的，全靠表情来表达自己的心情，然后大家就看到了一个得到了幸福，但是却格外小心翼翼地珍惜着的藏海。这一段是真的把藏海的幸福来之不易演活了。我说笑战演得好的原因是，一方面他把想要表达的情绪都诠释出来了，另一方面是因为拍戏并不是按照剧情顺序拍的，临时加这个剧情不代表他们前后就在拍这个情景，但是他当下就可以去充分的和导演沟通，然后调动自己，把这种状态调节出来，特别的入戏，让观众能感受到，也让观众很入戏。所以我说他演得特别好。官方也说在藏海看每一个人的眼神都不同，而且他们也知道这一段的反响非常好。我觉得这几年难出好剧，和当下部分网友的审美和价值观脱不了干系。很多名著，包括世界级名著，内核其实都是悲剧，因为所有深刻作品的目的是揭露现实问题，而问题之所以为问题，就是会造就悲剧。但是以现在网友的尿性，只会大喊最讨厌逼了，逼不看。还有很多文理其实女性的遭遇都不怎么好，是为了揭露女性所遭受的压迫和不公，其实是好意，但当下的网友只会高举虐女旗帜，疯狂打拳。真正饱满的人物肯定是复杂的、多面的，有美好的品质，但也难免有私心。但这种人物现在是不被那些网友接受的，主角必须完美无瑕，活成圣父圣母。如果一味听取这些无脑还爱到处发言的网友的话，只能创作出一些无脑短剧，是拍不出经典作品的。有网友说，判断一部剧是不是爆了，是不是剧王，除了眼花缭乱的各类榜单之外，其实最直观的佐证来自于活人。因为你或许可以争相开闸水漫金山人为打造漂亮的数据，却难以复刻活色生香的民间互动，更无法抹去活人无处不在的鲜活痕迹。比如就像《藏海传》这样，那些被反复提及、连连夸赞、回味无穷的名场面，那些被反复传颂、人人脱口而出的经典台词，那些你一起个头便有无数人心领神会、相视一笑的剧梗，以及那些被反复琢磨、不断解析、蓬勃繁衍的野生剧情，让它成为了近年来生命力最为强劲的现象级大爆剧。大部分看剧的活人观众可能不一定能搞得清楚酷云和热波奇这些概念，但他们一定会念念不忘剧中的名场面和经典台词，看到那些口口相传的专属剧梗，就一定会想起这部剧，刷到那些天马行空的野生剧情，就会兴奋的停不下来。大众爱看的才是属于人民的好剧，大众喜闻乐见、津津乐道的才是属于人民的口碑爆剧。人民的公仆主流官媒月月夸、天天夸、随时随地拿出来骄傲狂炫的，才是真正的全球现象级剧王大爆剧。还有网友爆料说，全球现象级大爆剧《藏海传》首播完结不到3个月，热度值持续猛涨，在海外最 popular 的盗版网站人气榜仍居今年的最高位，全年榜单又前进了1位，同时评分也涨啦。海内外的口碑和长尾效应都是杠杠低，不愧为近年来最为火爆的剧王呀。对此，你又是怎么看的呢？